新疆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传说中的西域鬼国。2000年前，大汉第一位到边塞和亲的公主不惜远嫁沙漠，只为找到西域鬼国的翡翠琉璃宫。据说这里藏着长生的秘密，而考古学家也的确在塔克拉玛干找到了这位公主的墓穴。但诡异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公主的尸体。难道西域鬼国与长生的翡翠琉璃宫真的存在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正片开始前友情提示，这个故事真真假假，混淆着大量的都市传说，因此大家当个故事听听就好。据说在几十年前，新疆大学的一位叫袁森的金石研究生，在导师的委托下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做调研。在沙漠中，这位名叫袁森的大学生和他的同学王忠南一起发现了一个古老村落，被称为守灵人村。这个村子里的人似乎一直在守护着一个秘密，只不过这个秘密已经失传，连村子里的人也不清楚真相了。随后两人在村子里找了一个名叫穆拉迪利达的向导，开始向着沙漠深处走去。结果没几天，三人就在沙漠中遇到了沙尘暴。为了躲避沙尘暴，三人只能挤到一个沙洞中。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座沙洞中竟然是别有洞天。他们打开沙洞中的一扇石门后，直接进入一条深不见底的甬道。大约走了10分钟，他们才来到一片开阔的地方。这里似乎是一条古河道，对面则是一片乱石滩。三人继续向前走去，没多久竟然感觉越来越冷。很快他们就发现前面竟然是一片地下冰原，上面是大片的冰盖，无数巨大的冰凌倒悬在冰盖之上。王忠南对此有些了解，他表示这些东西在南疆叫冰斗，这些冰斗所在的地方往往会有尸葬群。三人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突然袁森感到背部一紧，似乎是遭到不明生物袭击。随后他就感觉自己身体腾空，彻底失去了控制。他看不到自己背上的情况，但看到远处有很多散发着火光的大鸟，就像传说中的火灵鸟一样，在冰凌之间穿梭。此时他知道自己是被火灵鸟抓了起来。就在他惊慌不已的时候，袁森感觉自己身体急速下坠，他被火灵鸟丢进了一个山洞之中。这一摔奇痛无比，好在没有摔伤筋骨，袁森只能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走了没多久，袁森再次见到地下河，他准备渡过地下河去对岸，没想到走到河中心却遭遇了巨大漩涡，眼看就要被漩涡卷走。关键时刻，一个大手拉住了他，将他救了出来。这个人正是向导穆拉迪利拉。两人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行，很快进入一个石室之中。这个石室十分宽阔，竟然有一座楼阁耸立在石室之中，十分雄伟壮观。但让袁森十分不解的是，这里在古代明明是西域，怎么会有中原风格的楼阁建筑呢？还没等袁森多讲，他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穿着古代长裙的美貌女子。这个女子堪称绝代佳人，一脸幽怨的神情让人产生怜惜之情。就在袁森准备去安抚一下这名女子的时候，只见一抹血光飘过，原来是穆拉迪利拉割破手指站在了袁森和女子之间，而那名女子开始消失不见，只有一只诡异的独目青羊。原来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个独目青羊制造的幻术。那么这个青羊为何要这样做呢？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你听说过西域鬼国吗？新疆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下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中原楼阁，其中有块石碑刻着这里埋葬着一位大汉公主，但石棺内却并没有尸体。新疆大学的研究生袁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做调研时，误打误撞进入一个地下洞窟，结果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楼阁。在这个楼阁之中，袁森遇到了独目青羊，但独目青羊并没有攻击袁森，反而留下了一个玉制的牌子，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袁森拿着这个玉牌，一时间也看不出端倪，反而是一旁的向导穆拉迪利达清楚这玉牌的来历。原来在古代西域地区，贵族下葬的时候都会在口中含着一块玉牌，以保证尸体不灭，灵魂永生。此时袁森心中有2个疑惑：青羊为何要把这块玉留给他？穆拉迪利达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看来穆拉迪利达和这个地方一定有某种联系，难道这里就是他们世代守护的陵墓？袁森来不及多想，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这里。两人继续向前走，不久又进入了一间密室。这间密室十分简陋，只有中间位置放着一口棺材。更引人注目的是，石棺之上竟然趴着一具尸体。袁森急忙走过去，将尸体翻了过来，这竟然是他的同学王忠南。王忠南此时脸色发黑，已经没有了气息，看来他已经也遭到了火灵鸟袭击，只是不知道为何会死在这里。袁森开始打量石棺，发现这里面并没有尸体，但在
在棺材前面的墙壁上却画着一个女子的肖像，这个女子穿着一身宫装，是东方人的面孔，留着一头长发，正是此前袁森在幻象中看到的女子。在女子肖像的旁边有一段文言文记叙，颜色暗红，似乎是凝固的血液。袁森读完这段文字之后，大致清楚了里面的故事。原来题字的是一位大将军，他曾多次抵御外族侵略，立下赫赫战功。不过他并不快乐，因为他喜欢上了国王的妃子。他们虽然两情相悦，却因为身份无法在一起，只能通过书信传达情谊。后来国王去世，新王继位，而这位妃子只能被迫成为新王的女人。后来大将军又一次凯旋，但在宫门前就被贾氏剥去了甲胄，并捆绑起来。原来他和王妃之间的书信被泄露，王妃已经被新王提前处死，大将军也被关押起来。好在看押大将军的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们冒死将大将军放走，而大将军则设法带走了王妃的尸体，并将其埋在北方某处的地下。据说这里有王妃生前不惜离开故土远嫁藩邦也要追寻的秘密。后来袁森费了9牛2虎之力逃出升天，并调查出这位王妃的身份，才知道她竟然是大汉王朝真正的第一位出塞公主细君公主。那么细君公主远嫁西域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传说中的西域鬼国到底在哪儿？一名校研究生在塔克拉玛干深处发现一块神秘玉牌，意外找到鬼国的踪迹。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新疆大学研究生袁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逃出升天后，开始四处调查西域古国的线索。最后他通过玉牌从一位古董商那里了解到了20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据说在2000多年前，西域乌孙王遭遇匈奴入侵，形势十分危急。就在此时，一位名为阿不利的大将军横空出世，他数次击败匈奴大军，并收复大量土地。不过为了确保长治久安，乌孙王准备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这个靠山就是中原的大汉王朝。也是在这一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才有了之后的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国，成为第一位出塞的大汉公主。从这里来看，那位陵墓中题字的大将军就是阿不利了，而那位皇妃自然就是大汉的细君公主。那么细君公主远嫁塞外，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说陵墓那里有细君公主毕生追寻的秘密呢？袁森根据线索继续追查下去，并从《西域经言》一书中找到了一丝线索。在这本书中提到，在招摇之山有一只独目青阳兽，还有一种独目巨人，他们非常善于寻找宝藏。袁森瞬间想到了他们遇到的那只独目青阳兽，只不过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那只异兽真的可以活这么久吗？另外，独目青阳在那里出现，是不是也意味着那里有巨大的宝藏或者什么秘密呢？袁森继续了解下去之后，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在古代竟然存在着一座著名的西域鬼国。据说当时这里土地非常肥沃，地下更是埋藏着巨大的金矿。虽然这个国家武力并不强盛，但他们掌握着一种神秘巫术，任何前来抢夺宝藏的势力都被他们打得落荒而逃。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似乎有鬼神的力量在帮助这个国家，于是这个国家也就有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西域鬼国。西域鬼国在巫术的庇护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在数百年后，大泽王继位，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古利菲亚的女将军。女将军手中有一个灵兽玉骨，其中隐藏着翡翠琉璃宫长生的秘密。后来因为这个秘密，古利菲亚被敌国势力杀害，大泽王悲痛不已。他在为古利菲亚报仇之后，用自己的毕生法力打开了灵兽玉骨，并找到了传说中的翡翠琉璃宫。然而此时古利菲亚已经死去，长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大泽王将古利菲亚的尸体放到翡翠琉璃宫中，并举全国之力在宫殿外面又建造了一座黄金城，将宫殿包围起来。据说这个黄金城中也埋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即便没有这些秘密，那座翡翠琉璃宫还有一整座黄金打造的宫城，也是足以让世人震惊的绝世宝藏。当然，细君公主想来不缺财物，她所追求的或许就是翡翠琉璃宫中长生的秘密吧。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